Okay, thank you. 萨拉姆，大家好，你们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我现在走在这个地方是在里海旁边的一座小城市，这是我沙发主的家里，也不是，应该是沙发主朋友的家里。我之所以会来这里呢，是这样的，是前段时间呢，我不是听说那个伊朗的沙发主他是全世界口碑最好的沙发主嘛，所以我想体验一下，然后在 Couchsurfing 上找了一个沙发主。在他家住了3天，当时跟他聊天的时候全都是用英文，但是后来我到他家之后呢，我发现他，基本上是不会英语。原来他跟我聊天呢都是用翻译软件，但是没关系，他这个人真的非常好。我到他家去住住了3天，他带我吃带我玩，就是基本上把德黑兰该逛的地方都逛了。其实我之前就已经逛过了，我只是想在那里体验一下，但是他带我去了一些我之前没有去的那种不是景点的地方，我觉得还行，还挺好的。然后后来3天之后，我不是准备要离开了嘛，然后我这个沙发主他说他要准备去北边这个城市，我也不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反正就靠近里海。他告诉我他要去北边，他说去办点事情，然后问我要不要一起去玩几天。我问他要带去多久，他说去3-4天吧。那我想一下，反正我的时间也够那就无所谓了，就跟他一起过来了。白天他去办事情，我就一个人在家里看书，然后等他回来了以后呢，下午他会回来，回来之后他就会带我出去玩。我觉得这个环境真的还挺不错的，挺好的。这是他们家的院子，从这个地方进来，然后这里有一些瓦房，他这个房子是改建的，这里整个一片全都是老房子，这环境特别好。这里还有个菩提树呢，这个我不敢确定，你们看一下。我觉得有点像，因为他们的这个树叶子都是这样垂落的。这个是枇杷树吧？然后这里还有橘子树，但这种橘子不是吃的，它这种橘子是烤肉的时候用来做那种综合味道的那种。像我住的这个地方离里海还是有点距离，你大概走过去的话也得半个多小时吧，但是他开车带我过去的话，也就10分钟不到就可以到了，还算比较近。这整个小城市的环境特别好。伊朗的北边呢，跟伊朗其他地方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就伊朗给你的感觉就是那种光秃秃的，你除了在城市能看到绿色的公园之外，其他地方全都是光秃秃的那种山，黄色的山。而且山上即使有树，都是零星的几棵，很散的那种分散的，给人的感觉就是光秃秃的。你看他们的迷彩服，像我们中国军人的迷彩服都是那种绿色的，他们这边的军人的迷彩服是那种黄色的。就是因为他们这种地势的原因。但是你在那个伊朗的北边，就在这个地方它整个这个环境呢全都是绿色的，就所有山上都是郁郁葱葱的那种感觉。像我们开车从那边过来的时候，过了一个山脉，那个山脉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就过了那个山脉之后，整个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感觉有点像那种，就是从陕西坐火车到四川，你过了秦岭之后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周末的时候德黑兰的很多居民都会来这边度假。你可以看一下，这是我在路上拍摄的。我来的时候我们走的这个方向基本上是没什么车，然后返回德黑兰的那个方向，你看车都堵满了。为什么呢？因为周末的时候很多人都去了北边度假，然后度完假星期天就赶紧返回德黑兰了，所以那边的车堵得比较严重。而且一路上还能看到很多有趣的现象，就是伊朗人随处可以停下来，然后野餐。其实你说野餐也不完全正确他们就下来吃个东西，不想开车了，停下来休息一下，然后把野餐垫一铺，随便放点吃的，做个饭什么东西。你看，这是我的沙发主为我准备的，很简单，就是米饭加茄子，但是我吃的很满足虽然这么简单，但是我吃的很满足。
然后在高速公路旁边找到一个地方有树荫的地方坐下来，然后在这里吃。像开车开累了，然后找个环境比较好的地方，然后坐下来吃点东西，这种感觉真的很好。至于吃的东西好不好，那个其实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氛围，这种仪式感真好。然后后面就是我沙发主朋友的家，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房子改造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停下来了。我给你们看一下里面。你看，这样的，里面就是这样停下来了。你看，这都是那种施工的材料。你看，这都是施工的材料，这里全都是施工的材料。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这样停下来了。我们住的房间在这里，也比较乱。但是就睡地毯嘛，我睡这边，沙发主睡这边。但这个房间我觉得还行呢，我也不要求怎么样，反正有个睡的地方就已经很不错了。然后那里面是卫生间，该有的都有。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吸尘器哦，居然是 Made in Japan。现在在日本生产的东西啊，基本上都没有了。日本企业都基本上都在国外生产了，这个居然是在日本国内生产的。看这个历史啊，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虽然这个住的条件谈不上多好啊，但是我觉得已经很满足了。能有个住的地方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可以出来玩，还能有免费的住的地方，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了。然后这里是灶台，像我们做饭就在这里做，就用水有点不太方便，用水是在外面，然后在这里。用水在这里，就是条件有点差，但是还行。然后这边是后面，哎呀，这是我们烧烤的地方。像平时我们会自己做饭，然后如果不做饭，就会在这里烧烤肉。这个就是我们昨天烤肉的地方。你看一下这个管子，直接接着煤气，这煤气就直接这样烧。我觉得伊朗人对这个煤气啊，已经用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地步了。随时随地可以取用。开始烤了。OK。Oh, okay. Yes. Thank you. Oh, okay. 去吃。这里种有各种各样的果树，到夏天的时候就可以随便来吃了，取之不尽。你看这个树上结满了无花果。整个伊朗的水果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就夏天的时候来伊朗的话，还是有好处的。虽然比较热，但是你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水果。就现在已经上市的水果就已经有很多了，像草莓还有那个桑果都非常非常便宜。所以你们来这边的话，真的是可以体验一下，真的很不错。你看到那里面了吗？那里面有很多橘子树，昨天我的那个沙发主就在那砍了3个橘子，要给你们看一下。昨天就砍了3个这种橘子，然后放在烤肉里面。这个吃肯定不能吃了，但是这个可以改变肉的味道嘛，消除那种肉的腥味，这个还是很方便的。怎么说呢？这一次在伊朗做沙发客啊，给我的体验真的是相当的好。
我一共做过2次沙发客。第一次啊，还是好几年前，是在阿塞拜疆。那次呢，我找的是一个不是当地人，是一个英国人，比我爸妈的年纪还大。他是在阿塞拜疆当老师，当英文老师。他的工作是做英文老师，但是他呢特别喜欢画画。你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他画的。我也不知道这个画是油画呢还是什么画，因为他是用油画的材料，但是他作画的方式跟油画的作画方式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风格的画，有点像是那种呃毕加索的那种抽象的那种抽象概念的画，反正我是看不懂，你们看得懂吗？那是我第一次做沙发客，给我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但我这个沙发主呢，他想了解不同国家的人，因为他们是被制裁的国家嘛，所以不仅仅是我这个沙发主啊，很多伊朗人呢就对外国人特别的好奇。我觉得这一点也就是为什么伊朗的沙发主在全世界的口碑都非常好的一个原因。像我这个沙发主，他不会说英语，他也愿意去用那种翻译软件来跟你交流，给我的感觉挺真诚的。所以呢，我觉得在伊朗做沙发客真的是很值得去体验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们来伊朗的话，我建议你们做一次沙发客，可以体验一次。至于做沙发客，你在哪里找呢？现在像目前来讲，我了解的就只有 Consurfing 了，其他的软件我还没用过，我也不知道。Consurfing 还算是比较靠谱的，但是现在 Consurfing 是要收费的，以前是不收费的，现在是要收费的。疫情之后开始收费了，但是还行，我觉得值，我觉得还是值的。然后除了这一点呢，然后作为沙发客，我们需要尽到我们的义务，有什么义务呢？比如说，像你应该主动的去帮助沙发主做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收拾家，或者洗碗，或者做饭。你看你自己擅长做什么，你就应该主动去做些什么。像我的沙发主，他他做饭给我吃，但我就会给他洗碗，还会给他打扫卫生，打扫家里的卫生。我在做这些的时候，他都说不用不用，但是我还是要做。你不可能是白吃别人的，白喝别人的，然后你什么都不付出，我觉得这样不好。我吃了喝了住了，然后我帮他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我觉得这样的话，我自己住的也安心，玩的也开心，是吧？嗯，这个如果你们做沙发客的话，绝对不能就是白吃白住，这样不好。你自己如果擅长做菜的话，你就给沙发主做做菜呀，这样也是可以的呀。如果你其他的什么都不擅长，那你就打扫卫生呗，像我一样打扫卫生、洗洗碗呗，这个不难吧？反正你能做些什么，能帮助别人做些什么，看你自己能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或者你带了一些中国的吃的东西，你也可以分享给别人吃啊。这个我觉得都挺好的，看你自己吧。然后呢，就是关于当沙发客是否安全的问题，主要是伊朗是被制裁的国家，像我们国外的一些银行卡，比如不管是万事达卡啊、Visa 卡啊，还是银联卡，在这里全都无法使用，甚至连我们中国的支付宝和微信的支付功能在这里都用不了，所以我们都必须得带现金过来。伊朗人也都知道这一点，就外国游客到伊朗来旅游，必须得带大量的现金在身上。所以呀，一些那种不好的沙发主，他们就会利用这一点，邀请你到他家去住，然后有可能偷你的钱财。我是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了，毕竟我只做了一次沙发客，但是我有听说过有这种现象。所以呢，反正不管你是在伊朗还是在其他国家，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注意保护好自己的钱财，这个是跟在哪个地方是没有关系的，都应该这样做到。至于人身安全吧，呃，我在这个圈内是没有听说过有什么那种涉及到人身安全的事情了，但是你也得注意吧，尤其是女生，得注意一下这方面的。反正你至少在去这个沙发主家之前，你先看一下他的评论，
看一下评论，大多数都是正面的评论的话，那说明这个沙发主还是可以令人放心的。反正你在去之前，你心里要有一个比较初步的了解，对于这个沙发主也好，对于你住的这个地方的环境也好，要有个初步的了解。要不然的话，你去之前你把这个地方想得很好，但你去了之后发现这个地方其实就这个样子不好，然后心里有个落差，你这样造成的不愉快，对谁都不好，对吧？其他的呢，基本上就没什么了。我觉得在伊朗做沙发客是一件很值得体验的事情，以后你们来伊朗旅游啊，一定要体验一次，真的很赞。行，今天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那咱们下期见吧，拜拜。